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巴赫穆特战役即将结束，乌军呢正在组织撤出，瓦格纳雇佣兵攻占了巴赫穆特乌军最坚固的防御工事，乌军呢失去了所有的防御的依托，很快就要放弃了。在另外一个方向，乌克兰军队正在废弃的儿童医院坚守，保住出城的通道，避免瓦格纳封闭包围圈。这就让人联想到一种可能性啊，前一段时间瓦格纳和俄罗斯军方高层的种种矛盾，都是在演双簧给乌克兰当局以及西方国家看的，让他们认为这两支武装力量之间出现了嫌隙，他们可以趁虚而入，打个反击。然而，当乌克兰军队真的发动了这样的反击之后，却踢在了铁板上。一名北约军官透露，5月12号，乌克兰遭受了自2014年以来最大的损失。他说有1725人死亡。这名军官负责为乌军巴赫穆特集团侧翼反击提供支持。他说，乌克兰南翼的迪尔亚苏旅和北翼的2个机械化旅、一个摩托化步兵营被击退，损失了一个团。1天之内就打出了这么大的战果，从2战结束到现在还是非常罕见的。很可能是瓦格纳与俄罗斯正规军给乌克兰军队设下了埋伏，诱敌深入，然后用优势的火力进行了集中的杀伤。所以乌克兰军队呢顶不住了，损失了1700多人，并没有让乌克兰军队的主力完全丧失，却能够证明泽连斯基的坚守政策和添油战术都是不可取的，撤军的意见就占了上风。另外，美国政府这段时间呢忙于处理国债上限的问题，没有时间和精力安排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迫使泽连斯基到欧洲各国巡游，最后呢仅仅是在英国得到了微不足道的军事援助，还是人家口头承诺的。这可能也是乌克兰方面在巴赫穆特顶不住的物质原因。当然，放弃巴赫穆特撤出军队并不意味着乌克兰认输了，他们还会在巴赫穆特以西组织新的抵抗。俄罗斯经过这一战之后呢，恐怕也需要休整一段时间，才能够恢复进攻能力。按照美国军事专家的说法，乌军现在的重点呢是保证出城的通道的安全，这样的话才能够把城区的残部安全的撤到巴赫穆特以西。目前呢，我们还不知道在剩余的一小块占领区当中，乌克兰军队还剩下多少人，但是从他们负隅顽抗的姿态可以看出，恐怕数量还相当不少，其中呢不排除有北约的参战人员。另外，乌克兰军队可能还要争取时间，把一些重要的文件资料或者是带不走的武器装备销毁。国外媒体分析说乌克兰军队放弃巴赫穆特的时间差不多就是在这几天。俄罗斯军队和瓦格纳经过8个月的苦战，总算呢又要夺得一座城市。质疑乌克兰军队会不会在撤退之后突然向俄军发起火力反击，用海马斯之类的武器杀个回马枪，那就要看下个星期的战场局势的变化了。相信俄罗斯军队也不会随随便便的上当。打完了巴赫穆特这一仗呢，其实是双方开展和谈的良好时机。乌克兰军队与俄罗斯军队都已经证明了自己不是豆腐渣。如果在下一阶段的战斗中，双方还用这样的态势来猛烈的争夺，那么恐怕躺在战场上的尸体会越来越多。中国代表团呢正在欧洲进行斡旋，5月16和17号先后会见了乌克兰的外长库列巴和总统泽连斯基。俄乌双方要是能够借助中国代表团提供的机会开展和谈，对两国人民、对世界和平都是有好处的。可是双方的立场现在差距太大，难以弥合。乌克兰的外长库列巴已经表示，丧失部分领土或者是冻结冲突的提议对基辅而言呢都是不可接受的。这种条件对俄罗斯来说也是绝不能接受的，因为俄罗斯方面呢已经通过全民公投接受了东部4州并入俄罗斯。克里米亚更是俄罗斯绝不能放弃的土地。目前东部4州还有相当多的土地控制在乌军手里。按照俄罗斯的法律，在这种情况下和谈，那就等于是丧权辱国。所以估计双方呢还要再经过一段时间的武装冲突，打得筋疲力尽了，才能够坐到谈判桌前来。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